沉香如屑分2部，报成毅团队没私道一番，新经纪人很会挽尊。沉香如屑是欢瑞的大制作影视剧，欢瑞是业内非常著名的影视公司，虽然不能和正午这种在业内外拥有极好的口碑的公司相比较，但是其出品的影视剧服装造型、审美水平却一直很在线，因此也被无数观众喜爱，为其取昵称为服装厂。欢瑞有不少爆剧，其中就包含了《琉璃》这部剧，一举把成毅送到了当红小生的位置上。目前为止，欢瑞有3位能单抗一部剧的当家艺人，分别就是杨紫、任嘉伦和成毅。前2个人现在已经不接欢瑞的自制剧了，因为欢瑞给自家艺人的片酬很低。但是因为成毅才红没多久，没有彻底立住脚跟，现在还不能自己去接外戏，所以他走红后出来那部《理想要中国外》接的剧都是欢瑞的自制剧。不过他走红后，在欢瑞的话语权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，所以欢瑞的影视资源是先由他来挑选的。沉香如屑自立项以来，男主角色就一直在溜成毅，毕竟这是欢瑞的大制作，让成毅出演男主也并不奇怪。而女主《一角网传》将由景甜出演，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想要复制《大唐荣耀》所取得的成功。景甜人气不如成毅，但是她在娱乐圈也有很深的资历，所以这部剧的番位问题成功大众关注的事情。据悉，沉香如屑将分为2部，成毅现在已经确定会出演了，但遗憾的是团队没有私道一番。但是因为他最近这段时间流量流失严重，导致最终这部剧的一番到了女主镜头手中。不过也没关系，好在成毅的新经纪人很有能力，曾经带过杨紫，所以对处理事件很在行，懂得如何去宣传炒作，所以这件事想要挽尊的话也不难，只是很不明白欢瑞的艺人撕欢瑞剧的一番为什么会输呢？大家有什么看法？欢迎评论区留言，关注小编。02沉香如屑评分5.6分，这究竟是为何？往年质量参差不齐的古偶剧，与往年相比不可同日而语。能达到6分或6分以上者，则视为可看性。比如这部《沉香如屑》，杨紫和成毅就在豆瓣上打了个平手，只得5.6分落榜。而打出1星的观众更是达到了21.9%，超过了1/5的比例。对比一下，杨紫4年前的一部口碑不错的古装剧《香蜜沉沦》，以7.8分的高分傲视群雄，这一成绩算是将口碑的底线击穿了。沉香如屑这部剧豆瓣上的评价可谓是一言难尽啊，有16%的网友给出了5颗星的评价，而给出1颗星的网友则达到了21%。有网友因为是玛丽苏小甜汤而觉得不错，纯以为平时就能解压了。而因为杨紫的戏同质化太严重，也有网友觉得不好。再加上男主角的演技更是让人汗颜，也就无从直视了。事实上，这2位对网友的好评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了这部剧的优劣。即使是好评如潮，也得到了不少观众的赞同。其实，最早的国剧古偶还要追溯到上个世纪90年代，古偶是国剧古偶期间，从《还珠格格》到《上错花轿嫁对郎》，从《仙剑奇侠传》到《步步惊情》，每一部戏都能让人眼前一亮。再到近几年，古偶剧占据了很大的市场，与次小作相媲。尽管在某些时候，观众也会抱怨一些脱离生活常识的矫情、不切实际的古偶剧，但总体而言，古偶剧让不少想要逃离现实、抖包袱的观众有了不少腾挪的余地。于是，许多古偶剧一边继续拍摄，一边被骂得狗血淋头。正如第一位网友所言，这部更能释放压力的电视剧更甜一些。改编自苏沫同名小说的《沉香如屑》，讲述了在人间正道上携手守护的男女主人公的故事。这里有中国传统审美的雍容华贵，也有仙侠戏中的侠肝义胆、义薄云天。由于同时拥有2大顶级阵容的加盟，该剧还未开播便已收获100万预约量，热度更是一路高歌猛进，可以用未播先火来形容。对于男女主角的颜值和演技来说，好的古偶剧也是非常苛刻的。作为90后人气演员，杨紫曾有不少经典之作，从小就活跃在观众视线中的《家有儿女》《孝庄秘史》等都是她的拿手好戏。相比于童星中的曹骏、史小龙等人，杨紫算是明星中发展还算不错的一个。在《欢乐颂》《香蜜沉如霜》《亲爱的》等作品中都有她的身影。在过去的几年里，
他一直深受观众喜爱。他还凭借电影《烈火英雄》又以《烈火英雄》获得了百花奖女配角的提名，可以用少年成名来形容。但杨紫在香蜜热播后，近年来也接拍了不少仙侠题材的剧集，其中就有这一部《沉香花似谢》。再加上现在的古装剧各个方面的同质化比较高，比如服装造型等等，所以对于杨紫的争议也是有的。有网友觉得杨紫演的和香蜜简直就是翻版，觉得看着出戏，这一点也无可厚非。观众在看过剧照后，对《沉香如屑》未播产生了相当大的争议。有些人觉得服化道便宜，觉得古偶剧都是一本正经的东西。播出后，剧方依然有所调整，但各种老套桥段的剧情还是让观众感到不过瘾。究其原因，对于这样一部仙侠剧，观众也产生了审美疲劳的心理。套路太熟，观众不买单，何况剧情如此老套。说完了女主，我们就来聊聊男主的那些事儿。在人偶剧中，程毅算得上是当红小生，在电视剧《青云志》中饰演青云门下弟子林惊羽一角，冷峻清丽，风度翩翩。琉璃之后更是一炮而红，风头一时无两，气质冷艳，演起古偶剧来非常合适，也很讨少妇欢心。但在过去几年中，他出演的大多是人偶剧，因面无表情被骂上热搜。出演《与君歌》，冷峻归于冷酷，但演技短板也暴露无遗。冷面不是爱答不理，而是文质彬彬、彬彬有礼的理智与从容。这也是不少古偶剧的男主们最爱误打误撞的一个误区。结合该剧极差的收视率，而在豆瓣上获得4.3分的评价，也将此剧完全打入了烂剧的阵营。可见演员的演技至少是要提高的，哪怕是演古偶剧也是如此。男女主角搭档的确能让电视剧热度不减。不过古偶剧贵在创新，剧情好，制作走心。男女主角还是去年的小成本偶像剧与次小制作的118行造型。仙侠剧演员们演技真的是一次大升级啊！各位编剧、导演真是走心了，走心了！你爱不爱看这部戏？03沉香如屑后，张彬彬新剧开双结局也被对仙侠剧为何总烂尾。开年10日时，张彬彬新剧《月歌行》迎来会员收官。去年12月15日开播的它，作为陶厂家的剧，排播时长就算快，一部40集的剧，播不到1个月就完结了。作为衔接了年末与年初的仙侠大剧，从画面精致特效与演员华丽服化就能看出，剧组在投资这方面是花了钱的，且购买改编的 IP 也不算小众，在网文界还是有一定名气的。两位主演张彬彬与徐璐均是入圈多年有代表角色在手上的小前辈了，从各方面条件来看，这部剧就算不能爆火，但起码也能混到个热播的位置。但结果让人有些惊讶，全程低调播出的它，站内最高热度才过8000大关。要知道隔壁浮屠缘制作成本都还没它高呢，都能上到9000了。如今剧都收官了，豆瓣开分都还没开。在讨论低的情况下，双结局的出现更是让追剧许久的观众直言烂尾。月歌行设计一喜一悲结局，与沉香如屑操作相似，近年来仙侠剧多烂尾。月歌行在玩一种比较新的结局，在结尾处特别留了个选项，可以通过点击进入男女主各自的视角。柳梢偏离他最终为三界牺牲，洛哥踏遍山河之为寻找他的踪迹，却不晓得其实他的真身就跟在他的身后，只是他看不见而已。而在洛哥偏离，最后死去的却是洛哥。当三界太平之后，柳梢游历人间，最终在人群熙攘中看见了持着扇子与洛哥长相一模一样的男子。前者算是全员悲了，后者好歹是留存了一丝男女主能够100年后重逢的希望。这样双结局的设计，大家可能会觉得眼熟，去年暑期档上线的《沉香如屑》也是如此。在正片里边，男主应渊为了守护三界而自戕，女主颜淡看见爱人离世之后，也随之捏碎了半颗心脏，最终也没交代两人是否还能在一起。而在番外里，两人不仅在人间成婚了，并且拥有了之前梦境中的孩子狗蛋。逝去的朋友都重新转世，大家言笑晏晏，正是人间好光景。这种双层保险的操作看起来很万全，不管观众喜欢哪一版本，
都能够得到满足。但实际上，如果一个故事连个结尾都没有办法确定的话，反倒是另一种层面上的敷衍。不仅这种双结局的模式不讨好，近2年的仙侠剧没有因为烂尾而上热搜的少之又少。神仙们的爱情故事以前是有始有终的，董永与七仙女为人执着，最终七仙女剔去仙骨，选择与董永做一对人间夫妻。经天雪剑一起除去邪剑仙之后，终于在一起了。虽然2人能相处的日子并不多，但总算是明明白白有了个交代。世界观太庞大，编剧不好圆回来，几世轮回设定只为爱情，大爱立意立不住。之所以现在的仙侠剧总是圆都圆不回来，正是因为剧本写得格外复杂了，动不动就前世今生的，世界观的设计也从一开始的天上人间演变成为一个剧一个世界背景，有的剧里边有鬼神之说，有的剧要把天下分为6界，有的剧里边狐族是比天地还尊贵的，有的剧中狐族只不过是下界妖族而已。复杂的逻辑线不仅观众要理，编剧自己也要花费好多时候去构思，结果便是由于世界观有时候设得太庞大了，以至于圆不回来，就干脆摆烂，通通一场大战全部写死掉。仙侠剧本质上就是一个以爱情为核心的题材，如果一切都以男女主的感情出发的话，剧情其实会清晰很多。但很多剧组偏偏喜欢加入什么3界和平、世间大爱的利益，只要大反派出现了，那么所有人的人设都要为了对抗反派而改变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仙侠剧最后主角人设越来越崩的原因。写好一个故事，其实想法简单一些就行，花里花哨反倒让观众云里雾里的。那么，你们觉得近年来有不烂尾的仙侠剧吗？